一辆坐满德国人的卡车停在楼下，梅普瞬间紧张了起来。弗兰克一家此刻正躲在办公室楼上的阁楼里，难道有人泄密，还是不小心暴露了？梅普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，我是吉利波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乱世微光》第2集。弗兰克一家躲藏了起来，但每个人都很不适应。安妮日思夜想心爱的小猫，玛格沮丧的怪话连天。弗兰克夫人想要更丰富的食物，弗兰克先生则努力投入公司的日常经营中，以掩盖内心的焦虑。梅普努力地安慰着大家，装作若无其事地隐瞒外面每况愈下的处境和食物短缺的困境。战争导致的食物短缺，导致政府实行配额供应，而弗兰克一家根本没有任何配额。无奈之下，梅普只能求助于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丈夫杨。杨利用职务之便，假借客户的名义骗取了一些额外的配额。接下来，梅普就想方设法采购食物。为了不引起怀疑，他只能分批从不同的商店采购，并且编出各种借口来换取更多的食物。一群德国兵洗劫了弗兰克家，连家具都被搬走了。梅普纠结着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弗兰克。丈夫看着她满脸愁云密布，努力地在旁打岔开玩笑安慰。正当梅普决定把烦恼抛之脑后，好好放松一下时，被一个陌生的女孩吓了一跳。原来房东太太的女儿一家忽然造访，他们被赶出了农场。新的犹太人管理政策不允许他们生活在农场里，他们只好带着孩子来投靠母亲。梅普提出自己可以和丈夫回家住，腾出房子，但对方表示他们在客厅里挤一挤就行了，因为梅普和杨的房租对他们的母亲来说很重要。弗兰克的好友范佩尔斯一家忽然搬了进来，毫不知情的梅普感到很意外。他们的到来也把弗兰克家被洗劫的事儿说了出来，这让弗兰克一家陷入了痛苦之中，并对梅普隐瞒了这事儿而生气。与此同时，杨也遇上了麻烦，上司开始怀疑他在工作中故意救助那些反政府的市民，以此断定杨的政治立场有问题。杨故作镇定，轻描淡写地表示那只是工作疏忽而已。上司离开后，杨看向窗外那遮天蔽日的纳粹旗帜。梅普和同事们每天都为街上路过的德军惶恐不已，生怕他们夺门而入，还好都有惊无险。梅普向弗兰克道歉自己隐瞒了德军抄家的事，但同时弗兰克也向自己隐瞒了范佩尔斯一家搬来的事儿。信任是相互的，开诚布公、坦诚相待，在这关键时期显得尤为重要。互相谅解后，梅普告诉弗兰克，现在食物很难搞到。虽然之前弗兰克存了足够1年的粮食和土豆，但其他食物和用品的获取依然是个大难题。节节攀升的黑市价格也让人望而却步。于是，梅普打算去联络一个隐藏在书店的秘密组织。据说这个组织在为藏匿者提供食物配给证。弗兰克认为太冒险了，他很担心这是个圈套。梅普依然决定去试一试，于是和丈夫杨一起来到了书店。没有任何头绪和街头暗号，杨干脆吹起一首取笑纳粹的歌曲表明立场。书店管理员上来让他们保持安静。梅普鼓起勇气婉转地说明来意。运气不错的两人成功获得了制作食物配给证的方法，就是制作一套假身份，而这需要销毁原始身份证明。弗兰克和范佩尔斯只能交出身份证，因为这件事儿似乎并没有更多的余地。梅普的牙医小心翼翼地询问梅普是否有地方可以躲藏。越来越糟的局势让他惶恐不已。I'm sorry. Don't be. It's fine. It's fine, really. 梅普于心不忍地征求弗兰克的同意，却被弗兰克拒绝了。虽然梅普提出自己会想办法解决食物短缺的问题，弗兰克依然担心这会暴露家人，于是发起了火。这让梅普决定不再提这事儿。好友忽然造访，拉着夫妻2人一起出去喝酒作乐。从前没心没肺的快乐时光似乎又回来了。清晨，当梅普亲眼目睹一群犹太人被赶上送往集中营的卡车后，
What are you two staring at? Move along! 他再次来找弗兰克，请求他同意让牙医来此避难。经过一夜思考的弗兰克马上答应了。他表示自己身为犹太人都不能对同胞伸出援手，那么自己与纳粹有何不同？这令梅普颇感欣慰。杨被上司叫到办公室，心里做好了被辞退的准备。没想到在一通询问后，上司告诉他，他被选中加入一个反纳粹的秘密组织。 Really? 这令杨喜出望外。牙医顺利地来到了藏身之处，大家热情地欢迎了他。I didn't know where I was going. Rules for you if you want to read them. Okay, actually no. 如释重负的梅普回到家，惊奇地发现屋子里出奇的安静，只有杨一个人在。原来房东太太的女儿一家想偷偷地回农场，这栋房子难得一遇的安静了。梅普和丈夫决定趁此时机好好的恩爱一番。结果还没开始预热，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。一个德国军官站在门口，身前是房东太太的一对外孙女。军官说，他们的父母在火车站被抓住了。他出于同情，偷偷把2个孩子送了回来，但这2个孩子必须马上离开，否则下次登门检查时就得秉公执法了。说罢，转身离去。好的，感谢大家耐心观看，本集剧情就介绍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朋友请点赞关注，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见。